1年前，时任美国众议长的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执意窜台，导致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动荡。如今，已卸任众议长的佩洛西仍旧不甘寂寞，称美国与台湾站在一起。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在8月2号的一场演讲中发出警告：佩洛西此举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只会让该区域更危险。当地时间8月2号，窜访台湾整1年之际，佩洛西办公室官网专门发表了一份声明，辩称1年前的举动不代表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改变，而是兑现美国对台湾做出的所谓坚定承诺。83岁的佩洛西已于去年中期选举后卸任美国众议长一职，但近来依旧不甘寂寞，先是称拜登在自己面前还是个孩子，引发热议。紧接着，佩洛西又在2号当天连续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采访，就特朗普再被起诉等话题发表意见。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中，佩洛西不仅提及去年的窜台行程，还借机抨击了一下老对头特朗普的对华政策。I have said we must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s with China, whether it's on climate, whether it's possibly on security and the rest. I think that President Trump's approach to it was completely wrong. He was just painting them as the villain for everything that happened poorly in people's l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Yeah.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评论文章称，佩洛西窜台的意图非常明显，即在退出美国政治舞台前的谢幕表演，以在选民中巩固所谓历史形象。但事件结果已进一步证明，佩洛西窜台不过是哗众取宠的鲁莽行为。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2号在台湾出席公开活动时发布演讲，特别指出，佩洛西去年的访台是对中方非常不尊重的行为，对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他以美国公民的角度观察，美方政治人物此举只会让区域更危险。他还在接受台湾风传媒专访时警告称，台湾目前处于极度脆弱危险的情况，台湾方面应该尽一切力量降温，停止所有挑衅的行为，并与大陆进行更多对话。去年8月2号，在佩洛西抵台后，解放军随即在台岛周边的6个海域组织多军兵种联合对海突击、对陆打击、制空作战等针对性演练，组织精导武器、实弹射击，对台形成围困之势。整个演习持续了足足9天时间。当时曾有台媒报道称，多达11枚东风导弹飞越台岛，上百架次解放军战机穿越台岛上空。有台媒算了一笔账，自去年8月2号之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演练频次明显增多，过去1年来，巡航台岛周边的解放军军机数量大幅增加，有时每天可超过30架次，还经常飞越所谓海峡中线。今年4月，有台媒报道称，解放军攻击型无人机 TB001绕台飞行。根据台防务部门的说法，这种飞行路线极不寻常。5月3号，台媒又报道，解放军侦察无人机 BZK005也绕台飞行。而日本媒体也注意到这一变化。日经亚洲的报道称，以往解放军基建在台海活动范围以台湾岛西南方为主，鲜少到台湾岛以东，但过去1年来，解放军围台演习次数大增。报道还举例，解放军航母辽宁舰去年12月在台岛以东海域演习后，航母山东舰又在今年4月首度部署至西太平洋，在当月底前持续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当岛内的民进党当局执意在台独的路上越画越远的时候，我觉得这种默契和善意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会看到，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的军事行动往往突破了所谓的海峡中线，其实就有效的压缩了台独分子的所谓的心理安全区，给了他们以强烈的震慑。另外，从近些年来我们在围绕着台海周边所举行的大规模的演训活动，我们可以有效的演练了一系列的这种相关的战术，尤其是构成了实质的围岛的这种效果，这样也对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以强烈的震慑感。外界注意到，佩洛西去年窜台后，美方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和频次，先后已有多批次参众两院议员以及政客窜台，其中包括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近来就在中美高层交流初步恢复之际，美方又开始猛打台湾牌。先是美国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公然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随后，拜登政府宣布向台提供约3.45亿美元的所谓军事援助。紧接着，再有跨
跨党派众议员提出一项所谓透过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强化对台支持，优先处理对台军售案，并将修改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停止限制售台武器须为防御性质。与此同时，美台军事勾连不断。近日，台军首次同时派出2个营级规模的部队赴美训练，其中一个是台陆军机部333旅的一个联兵营，前往美国密歇根州联合演训中心，参与由美国国民警卫队举办的北方打击联合军演，包括空中、两栖和陆地等，因此参演单位庞大，以训练联合作战能力。另外一个营级部队来自台军装甲542旅，该部队刚结束参加汉光军演，随即赶赴夏威夷接受美军训练。据悉，该部队将成为首批接收美军 M1A2 主战坦克的单位。从这一件事情，我们会看到美国打台湾牌的强度、力度、频度其实是在不断的增加，并且美国利用台湾的这种目的也更加的明显。当然，我们还需要指出，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美国内部的这种所谓对台政策的这种彼此的差异性也体现的比较明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拜登政府因为要直接与我们进行相应的互动，因此在打台湾牌的过程当中，他受到的顾虑往往会更多一些。而美国的国会往往在打台湾牌的过程当中表现得更为激进。